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宝可梦第2部剧场版洛奇亚的爆弹。世间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神奇宝贝的一个传说，火之神、雷之神、冰之神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触犯禁忌将使天地震怒，世界步上毁灭之途。海之神将为了拯救世界免于毁灭而出现，但是依然无法阻止世界毁灭，除非出现优秀的控制者来平息众神的愤怒。而疯狂的神奇宝贝收藏家吉尔路为了得到海之神洛奇亚，正在密谋着一步又一步的计划。在传说中，3只神鸟是可以感受到彼此气息的，所以吉尔路就把魔爪第一个伸向火之神火焰鸟。虽然火焰鸟能够喷射出炙热的火焰，但是面对吉尔路的现代科技，他还是没有躲避掉被抓捕的命运。但其实神鸟的存在是为了平衡势力范围，而避免引起世界范围内气候的崩溃。所以在火焰鸟被抓之后，世界气候很快就出现了异变。而小智一行人也因风暴并被冲上了地处橘子群岛中心的亚细亚岛。当到达岛上的时候，他们得知岛上的大型庆典即将开始，而小智被庆典圣女，一个名叫弗鲁拉的女孩选为了指挥者。在这次庆典的宴会上，弗鲁拉告诉小智，作为指挥者，他必须到3圣鸟的岛屿，分别取回3个玻璃球，并把这3个玻璃球带到亚细亚岛的神庙。在神庙里，他将吹响神圣的庆典之歌——洛奇亚之歌，这样整个庆典才算结束。本着事不宜迟的原则，小智和皮卡丘立即坐着小美船长的船驶往3圣鸟的岛屿。但是由于此刻火焰鸟已经被吉尔路给抓获了，所以此刻的海面开始变得波涛汹涌。由于担心小智的安危，小霞、小健和弗鲁拉决定开着小美的多用船去帮助小智。当然跟随他们的还有一直阴魂不散的火箭队。当小智和小美被风浪吹到海岛，被迫着陆之后，皮卡丘显得非常的着急，似乎已经预感到了灾难的发生，必须尽快帮助小智拿到3颗玻璃球。果然在皮卡丘的带领下，小智很快找到了那颗属于火焰鸟火之属性的玻璃球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闪电鸟出现了。通过皮卡丘和其展开的对话，大家了解到，原来闪电鸟感知到这座岛屿上的火焰鸟不在了，于是就想来霸占这座岛屿。就在闪电鸟和小智他们对峙的时候，吉尔路也感知到了闪电鸟出现的信息，并且依靠自己的飞船迅速逮捕了闪电鸟。小智他们一行人也被误捕了。与此同时，大木博士、内木博士和小智的母亲也乘坐直升机来到了亚细亚岛，而与他们同来的还有数以万计的感知到危险的神奇宝贝们。由于被吉尔路误捕，小智他们得以进入了飞船的内部。在这里，他们不仅发现了早已被捕捉的火焰鸟，并且意外得知了关于吉尔路的阴谋。为了阻止世界灾难的发生，几个人很快召唤出了自己的神奇宝贝，并对困住火焰鸟和闪电鸟的笼子发起了进攻。虽然攻击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，但是由于不同神奇宝贝的攻击混合在一起，发生了化学反应，产生了巨大爆炸，2只神鸟得以逃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极斗鸟也出现了。在吉尔路释放了小智一行人，并试图捕捉极斗鸟的时候，海之神洛奇亚被意外的唤醒了。之后，火焰鸟、闪电鸟和极斗鸟开始了一场大战。小智一行人在试图逃脱的过程中，意外发现了属于闪电鸟的玻璃球，随后被一股由洛奇亚带起的神秘水流带回了海岛边。而洛奇亚试图凭借自己一人的力量来中断这场战争，但却被3只神鸟联合起来的力量所压制，海之神受伤。眼看着传说中的自然灾难就要发生，弗鲁拉突然想起了关于圣典的传说，于是他吹响了圣歌，洛奇亚得以被重新唤醒，并且凭借通过心电感应告诉他们，3神鸟的战斗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被传说中的指挥者终止，而这个人就是小智。
小智于是赶往冰之岛去取回最后的宝珠，但他的去路却被三神鸟阻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火箭队乘着由废品和直升机螺旋桨改装成的冲锋舟赶到。他们说希望通过拯救世界来继续自己的暴行。一行人就这样冲进了激斗鸟的神庙，并且取回了宝藏。然而在返回的路上，三神鸟又出现了，他们向冲锋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。就在这危险的时刻，洛奇亚及时赶到救起了他们。但此刻的火箭队却觉得自己成为了累赘，于是毅然决然地放开了洛奇亚，选择牺牲自己来拯救世界。而在他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海岸上的神奇宝贝们却为他们凿开了冰面，火箭队由此得胜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吉尔路依旧没有放弃捕捉洛奇亚的计划。洛奇亚非常痛苦，但仍拼尽全力击毁了飞船，并在坠海前抛出了小智和皮卡丘。小霞救起他们后，二人冒险冲往神庙，并将最后的宝藏与先前的宝藏放在了一起。弗鲁拉吹响了圣歌，结束了飓风以及三鸟之间的斗争。洛奇亚再次从海面升起，并带起了引起气候巨变的洋流。这场世界级的灾难终于结束了。其实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真正的好人与坏人之分，三神鸟之间的战争虽然引起了世界的灾难，但他们原来彼此之间的力量却是互相制衡的，是人类的自私打破了这种平衡，才出现了这种世界差点毁灭的悲剧。所以在自然面前，人类的力量其实是非常薄弱的，只有和自然好好相处，人类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。而火箭队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坏人，但当小智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们还是选择了舍身相救。比起那些整天把正义挂在嘴边的人来说，这种精神其实更加令人感动。除此之外，小智和小霞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让我们感到动容。是啊，只有拥有了这种朋友，才能更加的无惧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后背总有人一直在保护，这才是世间最好的宝藏。